力量能力非常强，对，他对头部的防守，包括整个节奏也都拉下来啊。但是蒙国东 KO 了，双方说完花一刚落有一个重击，太漂亮了，对。他是中国搏击界的终结者，是广西古壮拳的唯一传人，身上流淌着狼兵血脉，在擂台上将各国的拳王击倒在地。他就是狼兵蒙国东，曾一晚上在擂台上击败3名搏击新星，在67公斤级的赛事上大放异彩，职业战绩8斩6 KO， 无一败绩，是中国搏击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。那么这一场比赛没有错，第一回合已经开始，他将要面对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来自巴西的 KO 之王维克托。那么两个人的这个 KO 率啊，都是高达99.99%，所以说这一场比赛就是为了看一下谁才是真正的世界第一 KO 王。好，让我们回到比赛。那么维克托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巴西选手啊，抗击打能力自不用说，他的这个综合进攻非常的全面啊，包括腿部进攻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但是面对我们的这个蒙国东啊，也只有挨打的份儿。好，让我们继续回到比赛。双方互换了好几个重拳，是，但是维克托好像已经现在就看这个蒙国东能不能冷静下来，然后 KO 对手啊。这个维克多待在泰国老虎俱乐部7年了，曾经跟我们这个孙维强打过，手被孙维强给踢伤了。这个时候维克多那个一定要那个，这个时候蒙国东一定要冷静下来，对，不要大意，不要把这个防守漏下来啊，因为维克多我看还有反击能力，是，而且在泰国他是打缠麻的，所以抗击打能力非常强，对，他对头部的防守，包括整个节奏也都拉下来啊。但是蒙国东给他喘息的机会啊，压得很紧。接着蒙国东猛虎出甲，然后蒙国东如果打赢之后啊，他会有2句话，蒙国东他会说我回来了，那最后一句全世界没有人听得懂。那句话呢，就是我的状态可能会来迟，但一定会来的，一定会来的啊！看到吗？没有错，连续的试探之后，蒙国东也是火力全开啊！面对维克托，他必须谨慎，而且要全力以赴，毕竟对手也是个 KO 之王啊！这个说不起哪一拳，两个人中间就得有一个躺在地上。无可奈何。是。看这个也是非常蒙国东的这个拳是上下结合啊！刚刚也还了蒙国东一拳。那维克多说了，他巴西跟泰国最大的不同是，他在泰国可以当一个职业的运动员，好好的训练，在巴西没有办法，是那边环境比较差一点。对。然后蓝方的教练叫他一直待在擂台的中央，但是顶不住啊，因为蒙国东的这个攻击力太强了。维克托也是很狡猾啊，依旧是保持一个安全距离，连续的用自己的腿部进攻。好的，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。那么维克托在第一回合打的确实也是够稳啊，即使是被这个蒙国东击倒了一次，他的这个作战计划还是非常全面详细的啊。好，让我们来看一下精彩回放，第2回合比赛马上开始。再来看一下，那这场如果打赢之后，会不会换一个比较短一点、比较响亮一点的台词？而且运动员要注意啊，他们通常是带着护齿在讲那话的，所以要特别的清晰，是特别短简洁。看看经过这个1分钟的休息，维克托有没有缓过来、调整过来？蒙国东的拳还是相当的凶悍。蒙国东刚刚一边退一边出腿啊，其实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。他退着出了一拳，又退着又出一腿，上下结合的很好。是，这个后退的出拳跟出腿一定要练的。对，但是跟协调性有关系。是，他刚才这个躲闪的反击做得很好。是，控制距离也控制得特别好。是，啊，对手的协调。好的，第4回合，不是第2回合啊，这个维克托的进攻开始变得有节奏起来了。
进攻频率变强。怎么打怎么有。孟国东也是转为了防守形式，一直在等这个维克托路破绽。有时有轻重有缓急。现在这个蒙国东的心态就是放的比较平了，然后把自己放到一个胜利者的位置上去打这个比赛，就很轻松。对，但是各种动作都能出来。对，但是力量好像这段时间力量好像放下来了，没那么重了。对，但对手这个时候就会加强进攻了。是，不能给他这种就是说这种节奏，如果这种节奏的话，怕是被突然对手抓住机会，对手气势就上来了，况且不能不能缓，况且对手呢是有一定能力的，是，不能缓的前提就是你要有充足的体力去压迫他，体力，他可能第一局冲的比较猛，然后体能现在有了一定的那个影响，需要第二局调整一下，那也只能是一个短暂的调整啊，不能长时间的这样。蒙国东赶快压回去了。目前来看的话，这个维克托的耐力啊，稍微是有一些不足，体能跟不上了，有一点打的也是气喘吁吁的。国东的感觉是非常好的。可以看到，也是双方叫中场休息。维克托还是要缓一下的啊，不然对战我们的蒙国东可以说是一点胜算都没有了。台上的一个天赋是。一个经验，加强进攻了，加强他的力量啊！有时候是看你有没有早熟，因为这个选手都很年轻啊，有时候20几岁，头脑还没有那么的清楚。对对对，等到头脑清楚的时候，身体体能又不行了啊。所以说，那我们怎么能保证在体能的情况下又有很好的头脑呢？可能要比较早一点练拳啦，有时候太晚练了已经来不及了。对，是哦，要早一点练拳。对，很多都是小时候就开始，大概10岁之前就开始练。是，因为他这应该说是一个专业性思维，然后他可能在这。好的，第二回合比赛正式结束。狼兵蒙国东啊，不愧是狼兵，广西古装拳唯一传人，这个拳法打的实在是太舒服了，行云流水。可以看到维克托也是在第二回合没有太多的招架之力啊。好，让我们来看一下第3回合。杨卓也，其实很多人都是我的老师，因为我最早打这个武林风的之前呢，就是在看翔哥啊，然后这些人的比赛，然后呢就是经常看比赛，经常从比赛中吸取一些自己能吸取的东西，再加上去自己悟哈，自己在训练当中结合训练，对，一定要。哦，那么是把对方扫倒了。那么再通过第2局的调整，蒙国东开始加强了这种密度和重击的击打，是因为蒙国东在第1局展示了他绝对的这种击打的能力啊。确实是击打能力很强，所以有机会 KO 对方就不要留情了，不要留情。不过这个维克托也是毅力也非常强，是，意志力很好，坚持到第3局挨了这么多重击。对，因为在心理素质上啊，打过缠马的会觉得打拳套好像不是那么痛，比较不会怕。对，他是加上他的身体的这种抗击。好的，第3回合的话，维克托还是想保证一个有效进攻啊。有效击打，这个进攻的频率依旧是还在的。不过蒙国东在这一回合就收敛很多了，现在还是主要打后手反击。打成这样，我感觉很不错了。对，能坚持到这种程度。那个蓝方选手就说那个红方累了，其实常常双方教练都说对方累的，都会这样讲。对，要给自己的运动员，给己方的运动员加油打气。对，都是说啊，对方累了，然后加油。啊，这个其实，在比赛场上确实是这样。你在听到对方累的时候，或者说，你在感觉对方很累的情况下，他就是走一步自己会滑倒的情况下，你就会瞬间你就有力量了。对。哦，又一个顶膝，抓的这是。那么距离整场比赛结束还有1分钟左右。哎呦，什么情况？刚才在内围啊，感觉是可以再打一下的。啊，这个维克托的牙套啊，都已经被打飞了，我的天哪！好，那比赛继续。
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这个蒙古东每次把对手重击或者说需要去中立脚的时候，他都会面朝中立脚，然后看着底下的观众，对的，等着观众帮他加油，然后给他鼓劲。对，有可能想一下待会要怎么打。冷静冷静。对。最后10秒，现在2个人都开始用这种体能下降，用这种小的点拳，在控制对方的距离打点。OK， 那么整场比赛到此结束。这个相信啊，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出来这一场比赛的胜利者究竟是谁啊？没有错，一定是我们的蒙国东。有效击打实在是太多了啊！维克托整场比赛下来，其实我感觉，能有50多次击打就不错，而我的蒙国东足足是打了100多次有效击打啊！可以说这场比赛的胜者只有蒙国东。好，让我们提前恭喜蒙国东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啊！那么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，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